众所周知，雍正帝的登基充满疑点，然而少有人知道，他的死亡同样迷雾重重，真相之扑朔迷离，不逊于他的登基之谜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雍正帝暴死之谜。雍正13年阴历8月23日子时，雍正突然暴死在圆明园的离宫里。按照官方记录，8月21日这天，雍正感到身体不舒服，但仍然带病坚持工作，精神可嘉，但不值得提倡。第二天，雍正病情加重卧床，他的儿子弘历，也就是后来的乾隆，以及乾隆的弟弟弘昼在他的身边伺候。雍正这时感到自己不行了，就召集诸王、内臣和大学士，公布了遗诏。第3天，雍正就死了，保亲王弘历即位，是为乾隆皇帝。也就是说，雍正在8月21日开始感到身体不适，2日之后就驾崩了，病势如山倒，来得非常急。不过这是官方的记载，其他人还有不同的说法。亲人袁枚受雍正宠臣鄂尔泰后人之托，写了一本《鄂尔泰行略》，说雍正帝临终前，鄂尔泰作为顾命大臣，在身边随时听命。雍正帝暴亡的紧要关头，正是鄂尔泰携带遗诏，骑着一头运煤的骡子，从圆明园一路飞奔回宫，拥立弘历即位。鄂尔泰骑骡子还受了伤，到宫里时裤子上一片血迹。但照官方的说法，弘历当时就在圆明园侍疾，他爹是在他眼前病逝的。张廷玉是当时最受信任的大臣之一，也是雍正驾崩事件的亲历者。他在其所著的年谱中说，自己在圆明园几乎天天见到皇帝，雍正去世前3天还正常办公，却在之后突然发病，连夜召集王公大臣安排后事，御医也没能抢救一下。张廷玉说自己接到开会通知后惊骇欲绝，却没说其中另有隐情。当历史在时空中逐渐变得扭曲模糊，雍正之死也成了谜。对于雍正帝暴亡之谜，正史讳莫如深，这就给了民间发挥想象力的空间，普遍认为是吕四娘刺杀了雍正帝。这种说法流传非常广，以至于在现代很多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常常见到这样的情节。说到吕四娘，就不得不提雍正年间震惊朝野的吕留良、曾静文字狱案。吕留良是当时著名反清网红，影响力巨大，其门生遍布各地，还有一大批思想激进的粉丝。尽管吕留良文字狱案发生时，他本人已经病逝多年，但一个叫曾静的儒生大肆传播吕留良的思想文字，终于被人揭发。曾静被下狱，吕留良则被雍正帝钦定为大逆之罪，惨遭开棺录尸。吕家的子孙弟子广受株连，或被诛杀，或被发配边地为奴。传说吕留良有个孙女，在案发后逃到了外地，并拜师练就了一身武功，这个女子就是吕四娘。后来吕四娘混入皇宫，以飞剑砍去了雍正帝的头颅。据说清廷为了掩饰这一惊人事实，才在史书中捏造雍正病死的假象，并用黄金给雍正帝的遗体镶了一个假头。吕氏刺杀一说深入人心，甚至直到近些年还很有市场。1980年，考古工作者考察清泰陵雍正帝宫，因为某些原因终止。本来很正常的一件事，一下子引来吃瓜群众脑补，坊间纷纷传言金头皇帝之谜已经解开，还有人煞有其事地说，雍正的棺材打开后，里面的尸身无首，可见他当年真是被吕四娘刺杀的。考古学家听了都发笑，雍正和他的后妃明明完好如初地躺在泰陵地下宫殿里。刺杀之说虽然广为流传，但明显经不起推敲。首先，吕留良案发生后，其家人都遭受了刑罚。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官员是以擅长缉捕盗贼著称的浙江总督李卫。李卫是雍正年间出了名的能臣，在地方任职时为官清正，审理了不少大案。有他办事，皇帝放心。经过李卫调查，吕氏孤儿的谣言不攻自破。李卫向皇帝回奏了涉案吕氏家属的详情，尚在人世的吕氏一族成员都已受到惩处与监管，不可能有人漏网。假如吕留良家有女子逃脱，他要怎样逃过李卫这一办案高手的侦查，又如何能在几年内学成剑术，潜入宫中刺杀雍正？即便吕四娘侥幸逃出，练成了高超的武功，他也很难绕过皇宫里铜墙铁壁一般的护卫，
更难混入雍正帝在圆明园的寝宫并完成刺杀。所以吕四娘刺杀的说法虽以其传奇性和故事性被人津津乐道，终究不是史实。既然雍正帝遇刺的故事经不起推敲，那他又是因何而暴亡？民间还流传着有关雍正帝之死的其他说法，例如雍正帝是被太监吴守义伙同宫女缢死的，再如雍正帝是服用春药过量致死，甚至有人称雍正帝是被曹雪芹和竹香玉合谋毒死的。这些无稽之谈更是纯属虚构。雍正皇帝去世时58岁，在古代并不算早逝，但在位的13年间，他身体每况愈下，健康状况远远比不上他长寿的父亲康熙和儿子乾隆，还染上了一身职业病。皇帝是一份苦差事，雍正承上启下，康乾盛世虽然没有他的名字，但他却是名副其实的推动者。在涉及上至国家政治，下至黎民百姓的诸多政事中，他事无巨细，大都要亲自过问，每天时间安排得很满，白天议政，晚上批阅奏章。为此，他经常熬夜加班，有时夜深了，灯光昏暗，雍正由于长期工作视力受损，在朱批上的字写得不好看，还要特地加一句灯下所批，字画潦草，灯下批写，字迹可笑之极之类的话告知大臣。雍正皇帝深知这种007工作制的危害，曾对亲信大臣鄂尔泰说，凡夜晚办事最是伤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熬夜伤身。从现存档案可知，雍正所批奏折有数万之多，批语少则数字，多的数百字，甚至上千字。这位大清劳模自称，一日之间常至20-30件，或多至50-60件，皆朕亲自阅览批发，从无滞留。面对群臣的奏章，雍正并非总是敷衍地回复一句朕知道了，反而经常满满都是干货。他亲自指导官员工作，甚至扮演人生导师，在奏折上和大臣们谈理想谈人生。长期的熬夜和过度操劳，最终导致雍正体力透支，而他又很宅，不爱运动，就连满洲贵族传统的骑马射猎活动也很少参与。当时有人传言雍正沉迷酒色，因此染上重病。一个朝鲜使臣记载，雍正晚年由于沉溺于酒色，已病入膏肓，自腰以下不能活动者久矣。可是见过雍正帝的大臣没发现皇帝有这些不良习惯。陕西固原提督陆振阳有一次进京面圣，临近离京前跟雍正说，臣闻流言，为皇上即位后常好饮酒，今臣招募入队，唯见皇上办事不辍，毫无酒气。陆振阳所见的与坊间所说完全相反，他敢这么当面说皇帝，也可见雍正应该没那些毛病，不怕人家揭短。真正让皇帝身体日渐虚弱的，还是沉重的工作负担以及难以改变的执着性格。他为人雄心勃勃，脾气火爆，极为重视工作效率，不断给自己施加时间压力，终日劳累。医学家认为，这类工作狂生前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更大，所以雍正帝可能是突发疾病死的。除了正常死亡说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雍正帝可能是因为服用丹药中毒致死的。根据大学士张廷玉的私人记录，雍正帝驾崩时七窍流血，这正是中毒的征兆。那么雍正帝为何会服用丹药呢？雍正7年之后，雍正皇帝一直在与病魔抗争，其中有2年病情颇重，甚至到了要考虑后事的地步。多年操劳的雍正帝既不注意调养，也不依靠医学进行治疗，而是迷信旁门左道。他在宫中豢养了一批道士，如历史上多位追求长生不老的帝王一样，开始服食丹药。从现有的史料可推断，雍正帝从大病之后的雍正8年就开始在圆明园中炼制丹药。这些所谓的长生不老药，由铅、汞、硫、砷等毒物组成。唐太宗、唐宪宗、明世宗等帝王都迷信此邪说，却深受其害。美国学者横木义认为，正是这些药物导致雍正帝的死亡。据活纪档记载，就在雍正驾崩前14天，即雍正13年8月初9，有200斤黑铅被运入圆明园。黑铅是炼丹常用的原料，也是一种有毒金属。是否有这种可能，是雍正长期服食丹药，毒物长期积累后导致暴亡？
或者某一种毒物让他本来积劳成疾的身体雪上加霜，在这短短3天内引发猝死。在死亡面前，一切都是平等的。即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行将就木时也会化为乌有。最终，原本高高在上的皇帝，也成了后世茶余饭后的谈资。